大家好，接續我們上次介紹了 Obsidian 的安裝之後呢，我們在今天的影片裡面呢，為各位來介紹 Obsidian 的基本操作。首先我們會先由它的使用者界面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這樣子呢，你才能夠很快的知道哪些功能要到哪個地方去做執行。然後接着我們再來講解它的這個保管箱的概念哦，就是說我們的這些筆記到底儲存在哪個地方，然後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管理這一些筆記的。然後後面第三個動作呢，我們來介紹一下一開始我們可以先執行的一些設定，好讓我們的筆記的操作呢能夠更簡單、更快速。然後接着再来介紹Obsidian 的強項也就是它的這個雙向連結尤其是反向連結的這一個部分backlinks。我們呢會來做一個說明，最後就是再總結一下，我們平常在建立這個筆記的時候呢，經常會使用到的一些操作。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會介紹的整個基本操作的一個說明。我們先來說明 Obsidian 的使用者界面它的使用者界面呢，在最左邊呢會有我們的功能按鈕，所以我們所有的功能按鈕都集中在最左邊。然後在最右邊呢，右邊也有一個側邊欄然後右邊的側邊欄呢，它有兩个頁籤然後在我們的左邊的側邊欄我們這邊可以做切換顯示出來以後它的右邊呢也有3個分頁第一個呢就是檔案總管，那第二個呢就是搜尋。然後第三個呢是我的最愛的資料夾那但是這個項目是要從設定裡面去把它給啟動起來假設我們啟動了要有我的最愛這個功能的話這個第3個分頁才會出來。然後這第一個我檔案總管呢，就是它可以讓我們瀏覽我們目前的整個編輯的資料夾裡面所有的子目錄跟所有的檔案呢，就會在這一個File Explorer 這一個選項裡面顯示出來然後在整個視窗的正中間呢，當然就是最重要的編輯區了那這個編輯區呢，我們可以按在右上角這邊呢，可以按着 Control 然後再點擊它一下，它就會幫我們顯示出左邊是編輯區，右邊呢是預覽的區域那這個預覽的區域呢在它這個標題我們所有開出來編輯區裡面的這個面板，它的標題的左邊的這個圖示呢，我們如果按着它不放，就可以來拖拉我們的這個面板到任意一個位置去甚至我們可以再開啟第3個、第4個，都可以用這樣子拖拉的方法來做顯示所以它的面板是可以用這種拖拉的這樣子可以方便我們檢視我們需要參考的相關的這一些筆記。然後在最左邊這邊的這個第一個功能按鈕是開啟快速切換的視窗就是所有我們最近使用過的整個這個筆記呢，它可以列出來然後我們就可以用上下鍵呢去移動到我們需要的這個筆記呢，直接再點擊它就會幫我們開啟出剛剛選擇好的這個筆記出來那下面呢，這個每一個功能都是一個特定的功能按鈕。那有一些功能按鈕像這個，比如說我本日的筆記呢，是需要在設定裡面設定以後它才會出現的好，那整個視窗的最右下角就是狀態欄。那狀態欄呢會顯示我們目前這個筆記它的反向連結的數量，還有到底我有幾個字元還有都會做一個數字的統計在最右下角。好，那這個就是基本上 Obsidian 它的使用者的界面。除此之外呢，在最右邊的這個右邊的側邊欄它也一樣會有2個頁籤第一個頁籤就是反向連結的所有連結，意思是我們目前這個筆記它到底有哪一些別的筆記呢參考到了我們這個筆記這個就是所謂的反向連結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右邊側邊欄的第一個頁籤可以把它顯示出來。那第二個頁籤就是我們整個筆記的資料夾裡面所有的標籤的整個內容都會在這邊，所以我們只要點擊了其中某一個標籤，它就會直接幫我們跳到它所屬的那一個有做這一個標籤的這個筆記裡面。
好，那這個是右邊側邊欄的一個顯示的功能。另外，在每一個編輯區域或者是預覽區域裡面呢，我們這邊呢也有一個點點點的這個功能選項哈。那這邊呢，我們可以針對我們的整個這個顯示的面板呢，能夠再做進一步的一個操作。比如說，假如說我們目前正在編輯的這個筆記哈，我可以把它給用 Pin 這一個功能呢，可以把它釘選起來，那它就不會被移出去哈。然後或者是說呢，我們希望要把它刪除，或是要開啟它的反向連結，或者是它本來有被列在這個我的最愛裡面，我要把它移除掉，等等這些選項呢，都可以透過這個點點點這個選項呢來做進一步的選擇跟操作。接着我們再介紹 Obsidian 它儲存筆記的一個方法哈。Obsidian 呢，把所有的筆記呢是存放在一個各自獨立的保管箱裡面，因此不同的筆記呢可以存放在不同的保管箱裡面，然後呢可以啟動不同的 Obsidian 的執行檔呢來操作它。我們來做一個範例這樣子可能會更清楚。比如說我們在點左下角的這個Vault 這個按鈕點擊以後呢，它就會出現這個畫面那它在這個 Obsidian 的這個 Vault 這個畫面裡面呢，我們可以去開啟一個已經存在的資料夾，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保管箱，或者是建立一個新的保管箱，或者是這第三個呢就開啟我們的說明的保管箱。那開啟說明的保管箱呢，就是這一個我們點擊了以後呢，你可以看到每一個保管箱呢，它會用一個 Obsidian 的執行檔來做操作。因此我們選了第二個保管箱的時候呢，就會有第二個 Obsidian 的執行檔啟動起來。那假如說我們有第三個的話好，我們來開啟我的部落格的文章的這個保管箱它就會顯示出我的部落格文章的這個保管箱。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開啟了3個保管箱，因此就會變成有3個資料夾，然後也就是會有3個執行實例，同時可以分別來做管理。那麼每一個保管箱呢，可以有自己個別的設定它的設定不必是一樣的因此你可以看到我們不同的保管箱呢，它使用的這個樣式呢是都不一樣的那甚至於就是說我們所有左邊的這些選項或是你的這個設定呢，都可以不一樣比如說我現在這個部落格文章的這個呢，我們可以看到我這邊的按鈕就只有3個，可是我的這個 Obsidian 基本操作指引的這個筆記群它這邊我就因為要試驗的關係就多了很多別的按鈕出來了所以它是不同的保管箱呢是可以做不同的設定的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如果要建立一個新的保管箱就是點擊這個 Create， 然後呢它會要求我們輸入一個保管箱的名稱假設我們就輸入一個 Test， 然後你再去指定一個你的要存放的位置。假設我要放在一個Z-Test 這個資料夾裡面。好，那請注意事實上在我們的實體資料夾裡面，這個 Create 一按了以後它會在 Z-Test 這個資料夾裡面呢，再建立一個 Test 這個資料夾。那這個 Test 就是我們的這個 Vault， 就是我的保管箱的名稱。假設我把它叫做 Vault 好了這樣子可以有一個區別。好，那我們按下 Create。好，那這個是我們目前開啟出來的第四個保管箱那事實上，在我們的實體的路徑裡面我們看一下檔案總管在我的 Z-Test 裡面呢，它其實呢就會建立一個 Vault 這個資料夾。那這個呢，就是到時候我們整個存放我們所有我這個要增加的新的筆記呢，就會存放在這個資料夾裡面。那你可以注意到它會幫我們自動建立一個點 Obsidian 的資料夾。那在這個 Obsidian 裡面資料夾呢，會有放一個 config， 那這個就是將來我們設定的內容呢，它就會儲存在這個裡面。好，那這個就是保管箱的基本的概念那保管箱因為它其實是對應到我們的資料夾的一個目錄結構，因此你這個結構裡面
你要怎麼去存放，其實它都可以啊。也就是假設我們可以建立槽狀式的一個資料夾的一個內容啊。比如說我們在這個 test 這個資料這個 vault 裡面呢，我可以另外再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然後在那個資料夾裡面呢，我再把它給開啟成是我的保管箱。因此我下面又會再多一個保管箱的目錄出來，它可以是用這種槽狀式的啊，所以它的這個儲存位置的管理其實是很靈活，沒有什麼限制的。好，我們接着來做一個簡單的基本的設定哈。設定的最簡單的方法是可以直接用它的執行命令的面板，也就是我們按下 Ctrl P， 或者是 Mac 裡面呢用 Command P， 它就會彈出一個視窗。那在這個視窗裡面就是所有我們可以執行的指令。比如說我們現在要變更樣式，我們就可以打入 Theme。好，比如說我要把它切換成用Duck 的 Theme， 用暗色系的一個布景主題。然後你可以看到它整個畫面呢就切換成是暗色系的，所以它就是基本上我們經常要操作的設定其實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Ctrl P 來直接做設定。比如說我現在再把它切換回亮色系的主題。好，然後預設就是意思我們點擊了左邊的這個某一個筆記以後，希望它是直接進入哪一種模式，就是可以用這個 View Mode 來做切換。它預設呢，如果我們沒有做特別變動的話，它會是編輯模式。Obsidian 的設定就是點擊最左下角的這一個 Settings 這個按鈕就可以進入設定畫面。我們後面文件裡面列到的這些設定都是在這個 Settings 這個畫面裡面來做設定的。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按下 Ctrl 加逗點，或者是 Command 逗點，可以馬上來啟動這個設定这個視窗。好，那這個我們文章到時候解說文章裡面會把所有我們使用到的這些設定都列在我這個表格裡面。那你有特別需要的話就可以進來這邊做一個特別的設定。那在這邊我就列舉幾個我建議大家通通最好是把它給啟動起來的這一些功能。比如說假如說你希望這個標題它可以做折疊式的顯示的話，就是比如說我們把它開啟，它目前這個折疊式的只能在編輯的畫面裡面生效，在預覽的畫面沒有辦法出現。比如說我們這個標題它沒有辦法折疊起來，可是在編輯區它是可以折疊的。所以我們的標題或者是我們的清單呢，這些其實都可以折疊的。就是把這個內容給整個收起来或者是打開，是可以做這個設定的。那這個就是在我們這個地方就可以來做設定的。剛剛的這個 editor 這邊這個 folder heading 跟這個 folder indent 就可以來做這個控制。還有呢，你如果要顯示行號的話，你就可以把這個 show line number 給開啟起來。或者你習慣使用這個 VI 的話，你可以把這個 VIM key bindings 呢也可以把它給啟動起來。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plugins 就是大部分我們的提供的這個功能是都集中在這個 plugins 裡面。比如說我們的搜尋或是快速切換等等這一些。那我建議大家就是可以把tag pane 也把它啟動起來，還有這個 page preview 呢也把它啟動起來。它page preview 啟動完以後呢，我們的連結比如說我們在預覽視窗裡面當我們的滑鼠游標移動到某一個連結的時候呢，它可以直接把內部的內容呢用彈出式視窗的方法顯示出來。那這個呢是要你把剛剛的這一個Page Preview 有把它給啟動起來，這個功能才會出現。然後這個 Start 就是說我的最愛的那個資料夾，你是不是要出現？你希望它出現的話，你當然這邊就是要把它給啟動起來。還有你的是不是有客製 CSS， 就是我們顯示的主題樣板這一些，是不是可以做自行客製？你這個有需要做客製功能，你也最好就是把它啟動起來。好，還有後面這一邊你的每日筆記，或者是說這個Zettelkasten 它的
它的編碼的方法，你如果想要用的話，這幾個你通通要把它啟動起來。好，那下面這幾個功能如果啟動起來以後呢，在左邊這一邊呢才會出現它的對應的功能按鈕。比如說這個呢，就是本日的筆記，你希望要有本日筆記功能的話，你就要把它給啟動起來。那本日筆記要記得在這個 plugins 裡面，它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daily notes，你要到這邊再來設定一些本日筆記的一些設定，比如說你的本日筆記要存放在哪個資料夾，它可以額外再設定，把這些每一天的筆記呢放在另外一個獨立的資料夾裡面。還有呢，它可以直接幫你使用樣板檔案，就是說你只要去建立了一個樣板檔案的檔名，到時候每一天建立起来新的每日筆記呢，它就会按照這個樣板的內容呢先幫你產生出來。這樣子我們經常要用的這個內容就不用重複去登檔了。好，那這個是有非常多的選項，那就請各位自己來參考。我們最後再來介紹 Obsidian 裡面的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所謂的 backlink 反向連結。我們在我們的一個保管箱裡面，它的所有檔案都是可以互相連結的。那它連結的方法就是要用2個中括號，然後把你的這個檔名給輸入進來。那或者是我們在檔名後面，我希望它這個連結呢是直接連結到某一個我這個檔案裡面的某一個標題的時候呢，我就可以用井字號再加上標題的一個名稱。好，那它這樣子就可以直接給連結到這個標題裡面來。好，或者那你如果說我們檔名跟標題名這個名字我可以用加上這個 pipe 這個符號，就是直槓這個符號呢，在後面把它變成是我們要寫的這個文字出來，就可以用這個直槓後面再顯示，再加上顯示文字這個字串。比如說我們這個內容，我們這個介紹，它其實就是只要寫成這樣就可以。在哪裡呢？在這個地方。好，我們2個中括號就是我們要顯示成是我們的連結的部分嘛。然後左邊這邊呢，這個是檔名，井號後面呢是標題的名稱。然後後面 pipe 一槓呢，就是我要出現的顯示的文字內容。所以我們這邊用了這個 pipe 介紹，所以這邊就只出現介紹。可是它實際連結的呢，是連結到我的這個 Obsidian 介紹這個.md 檔案裡面的這個標題。好，我們可以點擊看一下。好，就是在這個地方。我們這個是介紹嘛，是在這個地方。對，就是這個地方。好，所以它就是這3個井號嘛，所以就是一個標題。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呈現它。好，那後面我們就是簡單的用圖示的方法來介紹一下所謂的反向連結是什麼東西。我們目前有2個筆記檔案，一個叫做筆記 1.md， 第二個檔案叫做筆記 2.md。 那我們在寫筆記 1.md 的內容的時候呢，我們如果說需要參考筆記2的內容，我們就可以用中括號筆記2把它給括起來。好，那這個筆記2呢，當然就是這個它的檔名了。然後在我們的筆記裡面呢，我們如果把滑鼠游標移在這個筆記2的內容的時候呢，它就會彈出一個顯示的視窗出來，它顯示的就會是筆記2的內容，或者是我們直接按下 Ctrl 跟 Click， 它就會把筆記2的內容給顯示出來。那然後呢，我們的筆記2，它其實它就會 Obsidian 會幫我們自動建立一個反向連結。因為它被筆記1引用了，所以筆記2的反向連結呢，其實就是筆記1，所以它這邊呢會有一個反向連結。筆記1引用了我，所以筆記1就是筆記2的反向連結，所以這邊會有一個反向的連結連到筆記1過來。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backlinks 的這個概念。所以我們的筆記2呢，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筆記來引用了它，到時候它的所有的
反向連結呢，就可以把引用了它的其他的筆記呢，全部通通都顯示出來。那這個就是反向連結的一個用法。我們最後再來介紹這些連結哦，它的開啟的幾個方法哦。我們如果直接在連結上面直接按 Ctrl 跟 Click 呢，它會把目前使用中的面板哦切換成我們點擊的這個連結。然後如果說我希望把這個連結要開啟在新的面板，等於是多出一個新的面板的話呢，就要用 Ctrl Shift 跟 Click。然後我們的編輯跟預覽的模式呢，我們可以按 Ctrl+E 來做直接切換。然後還有呢，我們 Obsidian 的這個筆記因為它一樣跟網頁一樣有一個瀏覽的歷史。然後我們要往前移動的話是按 Ctrl+Alt 跟向左鍵，然後往後面移動就是按 Ctrl+Alt 跟向右鍵。還有我們有介紹過的就是我們的這個快速切換是按 Ctrl+O。那這幾個大概就是我們在操作連結的時候可以使用到的一些簡單的幾個按鍵。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一個連結，我希望把它開啟在新的分頁的話，新的右邊的這個面板的話呢，我們要用 Ctrl Shift 跟 Click， 它就右邊就會多出一個新的分頁，新的這個筆記的面板出來。好，那這個就是大概我們簡單的Obsidian 的介紹。就只要大家在了解了這些設定跟操作以後呢，應該對基本的 Obsidian 的整個使用者界面的操作呢，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好，那我們後面可能下一個影片呢，就再來介紹怎麼樣子來實際建立筆記的內容。好，今天就到這邊，謝謝各位。